那在日本的民间傳說裡啊，有一個被稱為中式怪談之王的故事，它橫跨了關東到關西的千里荒野。但在講這個故事之前呀，請大家先想象一個詞：體無完膚。那故事的主角啊，叫做小栗判官，他是家世显赫、经才绝艳的貴族武士。因為一場不被祝福的禁忌之戀啊，他愛上了富商之女趙守基。但等待他的不是浪漫的私奔，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謀殺。那在一次婚宴上啊，判官被岳父用针灸毒害。但這毒藥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讓他立刻死去，而是讓他陷入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他墜入惡鬼道，全身皮肉爛盡，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四肢蜷縮。那整個人呢，变成了一塊只會呼吸的流膿的腐肉。那在日本的怪談語境裡啊，這種形象被稱為惡鬼見。就在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時呢，那個曾經锦衣玉食的趙守基出現了。為了救回爱人，他捨棄了公主的尊嚴。那他在判官的殘軀前掛了一塊牌子：拉此車者，功德無量。於是啊，一個極其詭異的畫面在古代日本的荒原上出現了。那一個美麗的女人推着一輛簡陋的木質土車，那車上坐着一個形狀如鬼、散發着惡臭的活屍。那他們呢，從我們腳下的藤澤遊行寺出發，像蝸牛一樣蠕行，每到一個村莊呢，就靠路人的憐憫推上一段。他們翻過香根路的雪，踏過湍急的河川，這種地獄般的苦行啊，整整持續了408天，直到他們到達了最後的終點——熊野湯風溫泉。傳說啊，在那冒着硫磺熱氣的湖湯裡浸泡了749天後呢，奇蹟發生了，那身腐肉啊，竟然一片片的剝落，新生的皮膚如同嬰兒般長出。小栗判官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變回了那個白衣勝雪的絕世武士。這是一個關於愛情能戰勝死亡的終極浪漫，但是這樣嗎？請大家等一下啊！如果你仔細看這段傳說的每一個縫隙啊，你會發現這裡面藏着的不是佛光，而是冷冰冰的權力與病灶。如果你只想聽怪談的話，這裡可以停下來了。接下來的部分呀，不再是故事，而是屍檢。那在民間唱詞裡啊，他們是苦命的鴛鴦；但在幕府的卷宗裡啊，他們是時代的殘渣。首先啊，我們要剝掉那層判官的金身。歷史上的小栗判官呀，真名叫做小栗满重，他根本不是什麼柔弱的京都公卿啊，而是关東長鹿国，也就是今天茨城縣筑西市一带的彪悍豪族。那公元1422年，关東爆發了動亂，小栗滿重啊，作為戰敗的一方啊，他所在的小栗城被鐮倉府的大軍夷為平地。在那個成王敗寇的邏輯裡啊，他不是受難者，而是反叛朝廷的逆賊。那在後世傳說中被描述為毒殺的人呢，通常在政治史的語境裡啊，更像是對戰敗者死亡方式的一種去政治化描述啊。那麼那位至死不渝的趙守基呢？在真實的歷史維度裡啊，她並非只是個痴情女子。在後世設定中呢，她被描繪為相模國豪族橫山氏的女兒。那橫山家族啊，在這場戰亂中啊，同樣選擇錯了陣營。那最終呢，招致了滅門之禍。那趙守基的流浪啊，不是為了愛情去自我放逐啊，而是因為家破人亡後啊，他作為罪民家屬被強行貶為奴隸。他在那個時代的底層邏輯啊，本質上是權力連坐制度在剝削一個戰敗者的剩餘價值。而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呀，是那個惡鬼的形象。在中世日本呢，惡鬼不只是佛教的名詞。根据当时的醫療記錄啊，那這種面目全非、手腳蜷縮、聲音暗啞的描述啊，高度吻合當時在關東流民中大面積爆發的痢疾啊，也就是麻風病。那一個失勢的豪族首領帶着一身傳染病被家人遺棄在土車上，那這輛車呀，根本不是為了載他去尋找奇蹟，而是為了物理隔離。家鄉的人不敢殺他，怕染上晦氣，於是將他推向遠方，利用慈悲的名義啊，讓他死在別處的荒野。這才是真相。兩個在權力博弈中被徹底碾碎的政治孤兒，在絕望的流亡路上啊，被後世的僧侶強行縫合成了一個奇蹟。那麼，為什麼這股惡臭的膿血最後能洗成聖潔的泉水呢？
那听完了血淋淋的现實啊，你可能會問，既然事實如此不堪，為什麼古人非要編織這個謊言？因為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來說呀，這個故事不是文學，它是支撐社會運行的一段補丁代碼。當時的日本啊，正處於萬民皆苦的中世，戰亂頻發，瘟疫橫行啊。那無數人像小笠滿眾一樣啊，一夜之間從雲端跌入泥濘。如果現實是勝者為王，敗者為麻風病人，那麼整個底層社會的邏輯啊，就會徹底崩塌，只剩下絕望和暴亂。所以統治階層和宗教團體啊聯手，在廢墟上啊建立了一套苦難轉換協議。第一呢，他將無意義的拋棄啊轉換成了有報償的修行。那輛土車呢，其實是一個天才的社會設計啊，它讓那些原本會被嫌棄、被殺死的病患呀，變成了一個個走動的功德箱。通過拉車，路人獲得心理慰藉，病患呢獲得了苟延殘喘的物資。這本質上啊是在沒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年代，用宗教恐懼強制執行的一套民間互助算法。第二呢，它確立了身份可逆的幻象啊。文明啊，最可怕的是階級鎖死帶來的絕望。小笠判官從貴族變成腐肉，再從腐肉變回武士，這個極其浮誇的重啟過程，在告訴世人啊，即便你已經爛透了，被社會徹底格式化了，只要你還留在這個因果系統裡，你就有重新加載、重回巔峰的可能。這個故事啊，是在告訴底層的螻蟻們，不要反抗這慘淡的現實，要去拉你的土車，要去修你的來生。那個在熱氣騰騰的溫泉中獲得新生的判官，其實是掛在所有人面前的一根邏輯胡蘿蔔。他誘導着每一個滿身膿血的流民啊，心甘情願地在名為因果的磨盤下繼續走完那吱呀作響的一生。所以哪有什麼愛情和奇蹟呀？有的只是統治者為了讓這台名為文明的機器不至於因為絕望而熄火，而刻意制造的一場全民幻夢。這才是小笠判官傳說流傳600年的終極邏輯。那在怪談裡呢，小笠判官洗淨膿血，重整旗鼓，似乎迎來了一個英雄式的結局。但在真實的史料裡啊，根本沒有所謂的重獲新生啊。那事實是，公元1423年呀，也就是小笠城破，他被迫流亡的1年後啊，小笠满眾確實嘗試過捲土重來，但那不是靠神佛的加持，而是靠着聯繫關東殘餘的豪族啊，發起了最後的困獸之鬥。但是沒有奇蹟，他面對的是足利幕府壓倒性的鐵騎。在結城合戰的餘波中啊，小笠家族被徹底剿滅。歷史上的小笠滿眾啊，最終並不是在溫泉中煥發新生，而是在絕望的圍城中切腹自盡。他的頭顱被送往镰倉示众，他的土地被瓜分殆盡。這才是那個時代給叛亂者準備的真實劇本。所以你明白了嗎？遊行寺裡這塊華麗的墓碑下根本沒有那個復活的英雄。真正的滿眾啊，早已在刺成的泥土裡化為枯骨。而僧侶們之所以要編織他復活並奪回領地的謊言呢，是因為如果不給這個故事一個圓滿的結局，那輛土車就真的只是一個通往死亡的單程票。為了讓後來的病人和流民能乖乖上車，他們必須給這段血腥的覆滅史裝上一個金色的義肢。你可能會問啊，既然小笠滿眾是次城的豪族，死在領地，那為何他的墓碑會突兀地出現在這幾百公里外的藤德遊行寺呢？這正是這個怪談最陰冷的發行邏輯。在古代日本遊行寺是失蹤的大本營。這裡的僧侶被稱為遊行僧，他們不坐禪而是走，他們就像中世日本的信息流，帶着經書和故事走遍每一个偏僻的村落。当时的游行寺呢，本質上是全日本流民與棄民的總部。這些僧侶發現小笠滿眾那段殘酷的失敗史簡直是宣傳佛法的完美素材。於是呢，他們不僅編織了劇本，更在自己的大本營裡象徵性的建設了這些墓碑。這是一種聖地化的運營，通過在這裡設立墓碑，遊行寺向全天下的苦難者發出信號：這裡就是那輛土車的庇護所，這裡就是奇蹟發生的見證地。這些石碑不是為了記錄死者，
而是兼具傳播與動員功能的信仰裝置。所以你看到的不是歷史的遺物，而是宗教營銷的遺跡。真正的趙守基或許從未在這裡流淚，但600年來，無數絕望的人替他在這裡流乾了眼淚。在故事的圓滿結局裡呢，判官重掌權柄，英雄美眷。但邏輯最殘酷的地方在於，他從不看戲台上的謝幕，而是看戲台下的殘骸。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既然判官已經復活，既然家族已經重振，為什麼趙守基最終沒有選擇在那權力的巔峰享受榮華，而是回到了這裡，回到了這間曾經見證他們最屈辱、最惡臭歲月的遊行寺，削髮為尼，終老一生呢？在現實的維度裡趙守基的結局才是這場文明降維中最真實的注腳。他在這裡出家，法號長生院，他守着的不是一個丈夫，而是那段被歷史抹除的濃血記憶。他很清楚那個在溫泉中洗淨身體、重穿甲胄、重新開始玩弄權力遊戲的男人早已不是那個在土車上與他生死相依的活屍了。對於判官來說呢，復活是回歸系統，重新做回了一顆名為權貴的齒輪。但對於趙守基來說那段拉着土車的日子雖然骯髒、卑微，被全社會唾棄，卻是他生命中唯一擁有過真實感的時刻。他選擇在遊行寺出家，本質上是一種邏輯上的自我放逐。他拒絕了那個被修補好的虛假的現實世界，他選擇留在這裡，守護着那些像他一樣被碾碎、被拋棄在土車上哀嚎過的失語者。他把餘生所有的祈禱都給了那些拉不动車的人，給了那些在路邊悄然腐爛的肉身。所以小麗判官的故事是一场成功的政治冷啟動，而趙守基的余生才是人類文明最後的一點慈悲餘溫。他明白奇蹟是留給幸存者看的，而真相呢，永遠留在這冷冰冰的吱呀作響的土車輪印裡。趙守基是否真的在遊行寺出家已無任何可考的史料，但遊行寺必須讓他留在這裡，因為如果連他都離開了，這個故事就只剩下一輛通往死亡的土車。